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 Midnight 频道，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让我们一同讨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智慧型手机似乎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相信使用过它们的大多数人，好像都无法再离开这些设备了，因为它已经逐渐地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设备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了困扰。这就像是不少人都有听说过的这样一种说法那样，这些设备其实都会在无时无刻中监视着我们。更有甚者认为，即使是我们在不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谈话也会被它监听。虽然这种说法听上去让人感到了细思极恐，而生产这些设备的厂商也在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相信他们并没有去这样设置我们的手机。可是我们从自己的手机中发现的这种离奇的隐私泄露事件，却仍旧不时地会出现。2022年时，一位名叫 Bree Thomason 的 TikTok 用户就曾在无意中透过一台红外相机发现自己的智慧型手机出现的异常。随后 Bree 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他看到这个家伙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地拍摄下一张相片，然而这些相片却无法在手机中找到。那么他们到底被传送到了哪里？ Wild and crazy Friday night findings. We just discovered, which we already knew, that your phone, an iPhone specifically, takes an infrared picture of you with your Face ID every 5-ish seconds. And we looked at it through an infrared camera, and it's pretty wild. Let's show you. Okay, have your home screen. It's on the home screen. Not touching anything. No buttons. Okay, infrared lens on the camera. Boom, there was one. Two. That's so wild. Okay, cover the camera. Okay. Oh, there's another one. Okay, nothing. Oh, it's trying. It's taking pictures of your finger. Okay, move your finger. Ready? Boom. 然而 Bree 的这一发现却引起了大家的纷纷议论，因此不少观众也准备尝试一下自己的手机是否也在利用这种方式来监视着他们。可是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大多数人的测试结果似乎都跟 Bree 的这一发现相同。这是我们无法用眼睛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一种现象，所以这几名 TikToker 聪明地利用家中的监控器的红外模式，将这荧幕记录了下来。然而，它却证明了这台智慧型手机似乎真的是在偷偷地记录着一些什么。随后，生产这款手机的制造商便立即发布了一份声明称，这其实是一个为了让用户可以使用面部识别和动画表情的功能。它的运行方式大概是这样的：手机搭载的红外扫描系统会每间隔5秒钟的时间便会检查一下它的主人是否还在那里，否则就会关闭屏幕。这听上去似乎是一种不错的解释，但是仍有不少人还是感到了质疑，因为就曾有很多人发现，即便是自己正在盯着手机时，它的屏幕仍然会自动关闭。所以当这家手机公司给出了解释后，其实大家是不太相信这个5秒钟的扫描系统的存在只是为了面容识别，又或是检查我们是否还正在使用这台手机的。或许这项功能的存在还有它别有用心的目的。有人就曾提出过疑问，这些设备拍摄到的那些相片被保存在了哪里，又或者手机将它们传送到了什么地方，甚至是他们是否又将我们的谈话内容记录了下来，并将这些讯息分享给了一些第三方的公司。例如，当我们在谈论一些购买意向后，很多人发现手机里某些 App 中就会出现这样一些类似的广告等，所以这也使得不少用户感觉这些猜想可能也并不是全无道理。Boom, there was one. Two. That's so wild. Okay, cover the camera. Oh, there's another one. Okay, nothing. Oh, it's trying. It's taking pictures of your finger. Okay, move your finger. Ready? Number 7。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 TikTok 用户 Hannah Crosby 所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他安装在门外街道上的监控器拍摄到的一幕，但他却从这段监控录影中发现，
这里似乎在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场绑架案。这看上去的确有些像是分享者所说的那样。当这名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孩沿着这条狭窄的街道行走到汉娜的家门前时，这台汽车却突然超过了女孩，并停在了她的前方。紧接着，车上的男子打开了车门，在跟女孩说了些什么后，女孩开始慌张地向后退去。可是车上的两人却仍旧试图强行让女孩上车，他们将汽车再一次的倒退到了她的身旁。此时，这只狗狗的出现似乎才终结了女孩的这场噩梦。她跑到汽车前，拼命地吼叫着，让这名试图下车的男子关闭了车门，并仓皇地离开了这里。看上去，这名女孩似乎是摆脱了危险。但令影片的分享者汉娜感到困惑的是，这名女孩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狗狗的主人，因为她是在女孩出现在了这里的很久之后，才突然从另一条街道中跑过来的。那么，狗狗又是如何察觉到这里即将会有危险发生的？据分享者汉娜讲述，当他们在看到这段监视录影后，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当地的警方。Number 6。2014年1月26日傍晚，当这位来自斯洛伐克的 YT 用户 Brutal Syndicate 带领着自己的狗狗来到离家很近的一处森林边散步时，他却发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据 Brutal 的讲述，这处河面上的部分冰层看上去就像是在不久前刚被某些垂钓者凿开了那般，这里的冰层非常的薄，而且呈透明状。但最奇怪的还并不是这些，透过透明般的冰层，他看到了这条小河中似乎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好像是正在呼吸的生物。Brutal 试图尽可能的将手机靠近它拍摄，但是由于他怕这里的冰层不足以承受住他的体重，所以 Brutal 只能尽量将手臂伸长进行录制。那么，河面下的这个家伙又会是什么？那真的会是一只我们从未见过的巨大怪兽吗？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或许是河道中的淤泥产生的沼气正在透过这处河面慢慢向上释放。虽然这听上去似乎是一种不错的解释，但不少观众却认为这种观点好像无法解释这处冰面为什么要比其他的一些地方要薄很多的原因，甚至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处诡异的红色区域的上方似乎根本就没有结冰。也有人称，这处河面可能是被一些落下的陨石砸穿的，而水面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可能是陨石残留的余温所造成的。但很明显，这一幕却并不像是河水在加热后出现的翻滚，因为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它蒸发时产生的热气。然而，关于大家的这些猜想，似乎加深了 Brutal 对于这一现象的探索欲望。他回复称，自己会在天气变暖时，再一次的来到这处河面，并走下去一探究竟。Because it's getting insanely hot. See it there. Here we go. Oh my god, this is so nasty. Look at that, it's like glowing.
clean. I don't think this is healthy. Oh, man. Oh, that's so slimy. That's nasty. Oh man, I can't believe how nasty. Oh, it's like, ooh, what the is this place? I see it. 几个月后 ，Brucho 再一次的来到了这里，可是，在他一番寻找后，却并没能发现河面下出现的那些红色物体，似乎它就像是消失了那般。而这也让 Brucho 跟他的那些观众们再一次的感到了困惑不已。那么，水面下出现的这些红色的物质又会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将这处冰面融化的？Number 5。不久前，我们在 Reddit 上看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影片。他的分享者称，这是自己在一场飓风过后出门检查时发现的一幕。然而，这却让分享者感觉到他自己生活的这个空间内似乎出现了些异常。你有没有发现这段影片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当分享者的这处后院在经过了飓风的席卷之后，这里的一根被折断的树枝却恰好地伸进了栅栏的空隙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实这只树枝的一端还并没有完全的被折断，它的一部分还连在树干之上。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否又真的证明了分享者所说的他的空间内可能出现了某种错误呢？Number 4。2023年2月9日时 ，TikTok 用户 Tyler 人向大家讲述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故事。这天的早些时候 ，Tyler 在一处商户门外等待自己的一位朋友，但是无意中他却发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此时，一名女孩将汽车停在了他的一旁，随后他便下车走到了副驾位置，并坐进了车里。但是几秒后，他却再次下车绕过车尾，来到驾驶位置，并开车离开了这里。这看上去似乎并无异常，但是 Tyler 却声称这一幕他已经看到过3次了。也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这名女孩都会重复一遍这样的事情。Guys, this girl keeps repeat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She's going to get out of her car. Watch her. She's done this 3 times. She's going to get out of her car. She's going to walk around the front. She's going to go get in the passenger side. All right, watch her. This is super creepy. I don't know if it's like a glitch or what. Now she's going to get out and she's going to walk around the back of the car. Okay? She's going to walk around the back of the car and then she's going to get in. She's done this 3 times. She does it every 10 minutes. I'm just sitting in the parking lot. Now she's going to look to the right and then she's going to go. Now, whenever she leaves, she's going to go over here and then she's going to take a right and leave out of the park. Like the first 2 times, I'm like, what is going on? Now she's going to go and she's going to go to the highway over there. Sure enough, she goes up to the highway over there, takes a right, and then heads back. So in about 5 minutes, she's going to be back and she's going to keep repeating the same pattern. 然而，刚刚的这一幕却让 Tyler 感到了困惑不已。他在多次留意过这名女孩所做的这一切后，这让 Tyler 感觉到这一幕就像是游戏中的 NPC 那样，无限的重复着这一件事情。随后 ，Tyler 便被朋友喊到了附近的一家商店内，但是透过这里的玻璃窗 ，Tyler 却再一次看到了这名奇怪的女孩。This again, just to prove to you guys that I wasn't crazy. Watch, she's gonna get out, she's gonna walk around the car, sit in the other side. She's stuck in the same pattern. She's done this 5 or 6 times. And she's gonna get out, walk around the back of the car. 对于重复发生的这一幕 ，Tyler 感到了十分的诧异。
最终他决定前去询问一下这个女孩，看看她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又或者说 Tyler 试图让女孩停止她所做的这一系列重复的事情。Guys, she's back. All right, out of respect for her, I'm not going to show her face, but I'm going to see if I can break the pattern. There she is. Hey, good morning. How you doing? Hey, I was just sitting here and I saw you kind of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nd I was wondering if like you kind of like stuck Oh, I didn't. I thought maybe you had those. 在下车前 ，Tyler 声称，出于隐私的考虑，他不会拍摄到女孩的脸部。但是由于 Tyler 在跟女孩对话时，他的手机距离过远，所以这也使得我们根本就无法听清两人对话的内容。随后，女孩却驾车离开了这里，而且据 Tyler 讲述，此后他也并没有再看到过这个女孩回到过这里，直到在这天的傍晚时分。Tyler 驾车停在一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他却再一次的看到了这个女孩。Now I'm at the light, and there is this girl with her mother. What is going on today? Like, how can this even be? I don't understand. Like, why are all these things happening? 然而，对于 Tyler 的这一发现，却引起了不少观众的纷纷猜测。有人认为，这个女孩当天的表现似乎就像是虚拟世界中出现的错误那样。当然，也有观众质疑 Tyler 所说的这一切，他们认为这一切其实都是 Tyler 自导自演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博人眼球，来赚取更多的关注而已。可是，当大家议论纷纷地讨论这起事件的真伪时，近日，丹尼尔医生在看到 Tyler 拍摄到的这名奇怪的女孩后，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Daniel Gregory Amen 是加州知名的一位精神科以及脑部疾病治疗方面的权威专家。他认为这个女孩可能患有轻度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强迫症。而患有这种疾病的病人，则都会在无意间突然地陷入一种令人感到沮丧的状态，并重复地去做一些在外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的事情。随后 ，Tyler 便再一次地拍摄了一段影片来感谢丹尼尔医生的解答，并表示他希望那名女孩的这一疾病可以尽早地被治愈。There the girl is again, just to prove to you guys that I wasn't crazy. Watch, she's gonna get out, she's gonna walk around the car, sit in the other side. Number 3。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由 YT 用户 Striban Bolo 在2007年时所分享的，但是根据我们找到的关于这段影片的更多讯息显示，这可能是一起来自更为久远的优服目击影片。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显示，这其实是2005年时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的第36届国际魔风研讨会上出现的一段影片。它的分享者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优服研究员 Paula Harris。尽管这段影片看上去似乎会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置信，但当大家得知它是来自意大利的波代诺内省阿维亚诺市时，这却让很多人将其与备受争议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被称之为欧洲50翼区的空军基地建造于1911年，隶属于美国驻欧洲空军管辖。据称，这里也是整个波代诺内省目击到优服事件最多的地方。然而，在这次的听证会中，不少研究者却认为 Paula Harris 这段影片中出现的这架奇怪的蝶形优服可能并不是来自外星生物的，而更像是美空军
通过逆向工程仿制出来的某种飞行器。或许此时他们正在对它进行测试飞行，但如果照此推断的话，那么美空军可能早已掌握了反重力技术。随后，这些研究人员还将这段目击影片送往了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家研究机构，对影片中出现的这架幽浮进行了技术分析。结果显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体，而并不是利用电脑技术制作的虚拟图像。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虽然这架飞行器的体型非常的巨大，但通过这家伙飞过河面时的这段影片推断，它很可能是利用技术远程操纵的，也就是说，有人在某些地方遥控它进行飞行的。所以，他们推断，或许这种技术还存在有极大的危险隐患。而这也是我们了解到的关于这段影片的全部讯息。那么，你认为美军是否已经掌握了这种名为反重力的技术呢？ Number 2 2023年8月时 TikTok 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位名叫 Isaac Luna 的男子。Isaac 声称他可以不借助任何物体将自己的身体暂时悬浮起来。随后 Isaac 还拍摄了一系列这样的影片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说法。让我们先来看几段他展示自己的这项技能的影片，或许从中你可以发现端倪。How to do the Luna levitation press. Envision the should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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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the movement. Looks so something like tha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let me know. But everyone should be able to do this movement. And 相信不少人在第一次看到这段影片时，都会认为这名男子一定是将支撑他身体的某些物体隐藏了起来，例如他可以使用一根绳子将 Isaac 拉起来，又或是这段影片根本就是使用绿幕背景拍摄的，然后通过编辑的方式再将影片合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可是随后 Isaac 又分享了更多他在不同场景内表演这种技能的影片，来证明自己并没有使用任何道具，又或是特效。此时，当大家在看到 Isaac 分享的这些影片后，就有人注意到，这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因为一些观众注意到，当 Isaac 在展示他的这项技能时，他附近的一些物体是移动的，例如这段影片中 Isaac 手边的这些石块。那么，这也就说明了，这些可能并不是在一处绿幕的背景中拍摄的。随后，一位观众还发现 Isaac 在回复某些人的疑问时，提到了他练习这个动作时的一些技巧，那就是先用他的膝盖把自己的身体固定在空中，然后再用脚来调整平衡和姿势。但是这位质疑的观众提到，这种训练方式是不可能做到让身体悬浮起来的，所以他认为让 Isaac 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是隐藏在他的鞋子与墙壁之间的某些机关。这有些像是 Michael 的这个动作那样。可是随后 Isaac 却分享了这样一段，他的脚步没有触碰到墙壁，而身体则也可以完成悬空的影片。Focus. 看过这些，他是否也让你感到了难以置信？不仅如此，我们在 Isaac 的 IG 中还发现了更多的这类影片。据称 Isaac 也是在经过了10几年的练习后，结合了瑜伽跟冥想，最终才掌握了这种叫做悬浮瑜伽的技巧。那么，你是否又会相信 Isaac 的这一说法呢？说实话，这的确让我感到了难以置信，因为这让我很难相信，通过训练
就可以将人体的重心转移到脚部，从而完成这个看似身体悬浮在空中的动作。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石头人威利是一具距今约128年前的木乃伊，但他却从未被下葬过，也就是说，这具被称之为木乃伊的遗体，并不像是我们以往在某些新闻报道中看到的那些从墓地又或是历史遗迹中出土的古人遗体那样，而是在他死去后便被一直停放在了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的一间殡仪馆内。根据近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威利在1842年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苏格兰移民家庭中，但是他却因为盗窃而被捕入狱并死在了这里面。然而威利的一生却成为了大家饱受争议的话题。年轻时的威利是一位勇敢的军人，他在1861年时参加了美国内战的联合军队，并在布尔河以及安提坦姆等多次的战役中受到奖励。之后他也是因为受伤，从而才荣誉退役的。可是这名勇敢的军人却在1870年时跟妻子以及自己的2个孩子从费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市。在这里他沾染上了赌博跟酗酒。1989年时威利的这些恶习却让他很快便花完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并欠下了巨额的债务。然而此时的威利却选择了盗窃来偿还那些恶习给自己留下的欠债。当他在被捕入狱后，威利并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使用了一个假名 James Penn， 因为他怕自己的这个盗窃的罪名会给家人们带来耻辱。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因为肾衰竭死在了监牢中。然而威利的这个选择却让他的遗体在这100多年里无法下葬，因为当地的相关部门根本就找不到关于这个身份的任何资料，所以他的大体就这样一直被保存在了当地的一家名为 M 的殡仪馆内。但在此之前，殡仪馆保存这些遗体的方式一般都是将它们存放在冰块之上，直到亲人又或是葬礼的到来。而为了保存威利的这具遗体，雷丁市的这家殡仪馆不得不另想别的方法。当时这家殡仪馆的负责人兼入殓师西奥多·欧曼无意中就在费城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这样一种较为新颖的防腐技术，那就是通过注射一些其他的药剂跟福尔马林到死者的动脉中，这样既可以延缓大体的腐败速度，这也可以大量减少日后对这具遗体的清理次数。然而西奥多的这一做法虽然起到了一定的防腐作用，可是大量的福尔马林也导致威利的遗体变得就跟皮革那样的坚硬。西奥多的这次失误也让威利变成了一具名副其实的木乃伊。然而直到2023年时，历史学家们通过 DNA 比对的方式，最终才找到了威利的真实身份。根据欧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透露，威利的真实姓名为 James Murphy， 而他的葬礼也在当地的历史学家跟殡仪馆现任负责人Kyle向政府的申请之下，于2023年10月7日举行。此时他将会被安葬在雷丁市的一处名为森林山纪念公园的墓地内，并且人们会在他的墓碑上刻上石头人威利以及他的真实姓名詹姆斯·墨菲这2个名字。或许这也是他在去世的128年后应该得到的这种应有的尊严。